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主题是来看一下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今天呢，我们会站在能量的两边，一边呢是你自己，是你的主观，一边呢是代表着宇宙，我们的宇宙的能量磁场。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跟宇宙之间的双向奔赴。我们来看你在显化的什么，同时这个宇宙的能量磁场呢，它也在显化着你想显化的东西，或者是你想显化的人。我们来看一下你跟宇宙之间当下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具体的目标是一致的，你们在相互的靠近，并且呢，你跟宇宙都在一起的去实现这个愿望我们在讲，我们有自己的坚强意志力，我们可以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把握自己的命运。但同时呢，我们也在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宇宙的孩子，我们都是宇宙整体意识能量磁场的导管。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去把这两个能量整合起来，去为大家连接。究竟你想去实现的什么心愿，你想去显化的什么部分，什么目标那么宇宙当下呢，和你想法一致，你们在双向奔赴，你们在共同的努力。那么这个实现，我相信一定是有非常伟大的，或者是非常美好的寓意。好，那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呢感兴趣的话，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那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我呢把你们的能量分在了你面前的这3组不同的塔罗牌里面。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第3组。好，第1组牌的朋友呢，今天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个蓝色方解石。好，然后我们这里的神谕卡给大家看一下，是这样子的。第一个那个神谕卡是一个以动物能量为主题的一个灵性动物为主题的一个塔罗牌好，第2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是白水晶。我们今天第2组牌的朋友，这个塔罗牌我们也看一下里面的画面然后呢，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的这个能量宝石孔雀石，孔雀石。好，然后呢，我们也看一下这个里面的画面是这样子。OK， 好，那为了方便你呢，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了，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当下我在显化的什么，也在为我显化着。我们在讲也在显化着你，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能量，共同的显化，一边来自于你的个人意志，一边呢是来自于宇宙的整体意识。那请宇宙呢给我们指引，请宇宙给我们提点，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个不同的塔罗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呢去感应一下，
究竟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在当下呢和自己是最有对应、最有连接的。那因为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嘛，所以有些朋友如果说你对其中一副牌，然后呢另外一颗宝石同时都非常的有感觉，那么我会建议你呢两组都听听看，因为呢有可能你的能量和信息确实是被分到了两副不同的牌组里。那如果你呢已经选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究竟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那我们就待会儿见啦。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那你呢选的是蓝色的方解石。好，那我们把它先放一边啊，因为今天呢我们想来看一下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首先呢来看一下今天我为大家抽到的第一张主牌啊，我们今天的指引能量是什么呢？第一组牌的朋友，今天我抽到的是 Rebirth 啊，重生，然后是 Reinvention 重新发明啊。这张牌呢，如果是针对于人的话，那就是重生或者是重塑；那如果针对于物的话，那就是再造或者是再生。今天我们的能量呢是双向的奔赴，不仅是你去显化它，它也在显化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当前宇宙呢也有这样子的一股能量吧，我觉得是住在你的这个你的能量磁场当中，希望你能够重生或者是重塑。也许是你的想法，也许是你的身材，也许是你的样貌，也许是你的情绪，他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变化。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那如果是一个东西你其实花了很多的精力，它可能是一个项目，它可能是一个理想的话，那么当前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叫它旧的项目或者是旧的物品啊，也在期待着变化，以新的姿态，以新的包装，以新的品牌，以新的形式再次的亮相，非常强烈这个能量啊！而且呢，今天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我觉得宇宙当前就像这个小猫一样，它有一点像是，它其实非常关注你。第一副牌的朋友，究竟你想显化什么东西呢？我觉得这股被显化的这股能量啊，被宇宙强烈的关注着。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意识和宇宙的意识有这样子的一个目标一致啊，有非常强烈的目标一致，而且我觉得当前宇宙非常期待你把它给做出来，你把它给显化出来。那我相信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所谓的显化在你的心里，可能它已经酝酿很久了。因为所谓真正的显化，它不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越厉害的显化，它其实这种能量吧，它的这种续集会越强烈啊。它不是一个1秒钟、1分钟、1个小时就有的一个想法，它可能是在你的心里已经蕴藏了很久，可能是1年，可能是好几年。那么当前呢，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啊，你在显化的这个东西，宇宙非常非常的期待着你的显化，期待着你的一个灵感，期待着你的一个创造，可以这样说啊。那么我们看今天的这个能量啊，远处有一轮太阳啊，今天的这个太阳非常像是日出。我觉得这个显化将为第一副牌的朋友带来的是新的开始，而且这个新的开始有很强烈的新的生命力，以及周围的能量带来的一种欢呼喜悦感啊，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这股能量也会让很多人或者是很多周围你周围的一些人或者是一些事情，我觉得是有非常积极的改变，或者是你能够影响一些人，让他们也变好。今天我们看到是这个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啊。好，我们看到了这个能量的方向，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用塔罗牌来具体的寻找这个能量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来用塔罗牌啊，寻找一下我们刚才从指引牌里面看到的啊，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究竟是什么。感恩宇宙。好，看一下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呢？好，第一张牌呢是贝壳9。这张牌呢其实有很强烈的心愿的感觉，心愿成真的感觉啊！而且我今天的这个第一组牌的朋友啊，这个蓝色的水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是白色的，就是那种透明的水，但是第一组牌的朋友，我看到了强烈的蓝色的水围绕在你的能量磁场的周围。蓝色的水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啊，这个水它是有深度的，而且蓝色的水往往映衬的是蓝色的天。OK， 那么我们都知道天空的能量，它代表着自由，它代表着无尽的想象，它也有代表着一种啊，我们在讲蓝色啊，它也是跟这种思想思绪有关的，非常的冷静，非常的理性的一种能量啊。那么这个心愿，第一组牌的朋友，你心中的心愿，它会随着你的这种能量的酝酿或者是改变，我觉得是再生。如果之前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它没有被显化成功，或者是显化出来的这个状态你不够满意，那么第一组牌的朋友不要放弃，再次的去显化啊！我觉得这边有一个这个能量，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这个东西，你不要轻言放弃，哪怕你第一次尝试了以后结果不尽人意，也不要放弃。因为当你冷静思考以后，你其实是可以分析出为什么第一次的显化或者是第一次的努力没有成功，它可能只是需要你的进一步的调整或者是改变，又或者是说当前我觉得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缘，有这样子的一个时机又来了，可以让大家的这个心愿我觉得是真正的完成，而且达到的是一种完满fulfillment。 这个能量出来以后，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一定会和宇宙双向奔赴的，来到你开心啊，对方开心，或者是大家都开心，这样子的一个都好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去。我觉得这边我听到这里的能量啊，就是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就是你对自己的一个强烈的期待吧。我觉得宇宙也非常期待第一组牌的朋友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哦，我觉得是能够去显化自己的一个最佳状态，或者是显化你心中，因为我听到是蓝色的水，显化的是你心中的这一个梦想。你的这个理想啊，它一定是可以实现的。 OK， 好，我们今天看到第一张牌啊，贝壳9。好，继续。第二张牌，我们看这里是什么呢？哇，世界牌啊！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呢？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在显化的是成功，成功也在同时显化着你。这个成功的感觉啊，它代表着一个完成，非常强烈的完成。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正在一个项目当中，完成就是你这一次最好的显化。可能你也非常期待某件事情得到最终极的一个完成，比方说你要从少女变成妈妈了，就是这个变化很大嘛，就是你从长大，然后你有了自己的小孩，以前你是别人的小孩，但接下来你会有自己的小孩，这个变化是飞跃性的，那么你的人生就会进入到全新的状态世界牌，你进入了真正的一个女性也是分不同阶段嘛，那就是你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你将迎来你可爱的宝贝，你会做妈妈，对吧？这个也是巨大的改变。还有一些朋友我这边觉得我听到这个能量，也有可能你将真正的迎来自己的 family， 就是自己的家人。这个家人不是我们的原生家庭，它可能更多的代表着
你的伴侣你的孩子，你的比方说密友你的这种良师益友等等，就是你之后长大成熟之后所选择的这种灵魂家族的人哦，那世界可能你会跟这样子的一群人一起去探索那个理想的世界。今天我们看这个大金鱼周围有太阳，而且这个大金鱼在下潜，就感觉到有些东西就是你已经拿到了你需要的那个东西，那接下来就是下潜，就是深入的去了解，深入的去体会你所创造的理想世界。无论周遭是什么，无论外界的环境是嘈杂的还是多变的，你会选择那几样跟你永远都连接在一起的，不会分离的人或者是事，和他们一起在你所属的，在你所心意的理想世界当中去下潜，去深入的探寻。这也是可能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所谓的灵魂的召唤。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这是一个属于你的世界，这是一个属于你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属于你的，我觉得是选择好了之后的生活环境包括这个人际关系里的这种环境，包括这个居家里面的在哪里生活这样子的环境，或者是你的思想要跟哪些人同频，选择听谁的，比方说网络平台的那些比方说他们的一些消息，或者是选择不听哪些人的信息，这个也是一种选择，对吧？我听到就是说带着你需要的，带着你喜欢的去深入的下潜。OK， 好，我们看到这里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我们要看的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我们的第二个能量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指引牌里面的。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牌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为你们抽到的是钱包。这个能量呢，其实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事实上这个能量还是很有意思的第一组牌的朋友，你知道吗？钱在显化着你我不知道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对钱是什么感觉？是想要更多的钱吗？还是说很鄙视金钱呢？但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我觉得当前第一组牌的朋友都有一股很强烈的，我觉得是金钱跟你的连接就非常强金钱在我们的世界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中间能量，就是用钱换什么用钱换什么。第一组牌的朋友，从当前你们的能量我可以感受到钱在你们的能量当中，它不是终极的一个目标，它不是最终极的能量的显化。事实上，钱是你们实现心愿的一个途径或者是手段。就好比我刚才讲，也许你需要带着你的人你喜欢的东西去下潜，那么这个喜欢的东西或者是下潜，它可能需要金钱作为铺垫。比方说你选择你喜欢的生活环境，比方说你要选择你想做的事，那么这些可能都需要金钱来帮助你达成这个心愿。所以当前的第一组牌的朋友，你越想做成什么事情，金钱就像一个小助手，我觉得他们是很想来到你的身边去为你所用。我这边看到了很多有关于光的能量大家想想，金钱其实最早就是黄金，黄金就是金色的，就像闪闪发光，就是一束光的感觉。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钱对于你当前的这个能量来看的话，你所显化的东西，它跟钱可能也很有关系。所以宇宙当前我看到就是说，钱也在追寻着你，在追寻着你去实现钱真正的价值，对吧？钱真正的价值其实是因为人的意识而产生的。钱如果你只是看钱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多意义，它可能只是纸张，它可能只是金属。只有你把钱赋予了它真正的意义和使命，而钱当前我们看到它不仅仅是钱，它是真正的财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说知识其实就是财富，对不对？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年轻也是一种财富。第一组牌的朋友，我看到也许你在显化的是你的健康，健康也是财富。那么健康有的时候可能也需要用钱来达成，比方说健康的食物，比方说有机的一些营养的东西，对吧？它可能需要你去用钱去完成它。
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这边就是有些朋友啊，也许你在显化的这个东西，也在显化着你的事业，是你的理想，你的事业、你的理想、你的财富，当前可能是三合一绑定的状态。那么你想显化的，无论是这三个能量里的哪一个啊，比方说你想显化的是理想，事实上钱会跟着这份理想来到你的身边。因为当你去实现这个理想的时候，你其实是完成了它的价值，你实现的可能是帮助了某些人，它实现的价值可能也会用钱来完成它，钱会和价值绑定在一起。所以啊，地组牌的朋友，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如果你想显化的是金钱的话，请大家去追逐金钱真正的价值，而不是停在这个中介能量里面，就是不停在钱里。而如果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真正想追寻的是理想，是你们的事业，是你们的最终极的爱，那么钱将成为你们最有力的小助手。你去追寻你心中所爱，钱会跟着你一起走。恭喜你啊！好，我们看到这个能量以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个啊，因为今天我这个抽的时候挺有意思，都是出2张啊，所以我今天的第2张牌送给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呢？你知道吗？是家人，是 family。这个能量出来以后呢，给我很强烈的一种就是能量的那种冲击啊。第一个呢，我听到的其实是关于大家已经有的这个家庭或者是家人。这个家庭和家人，有的时候家啊这个能量既是爱，有的时候也是最大的一种约束。因为在家的能量里，是我们真心所对的人，或者是我们想去真心所对的人。但呢，不同的家我们每一个人他的家的能量，对于我们真正的能量和意义，它是很不一样的。第一组牌的朋友，有一些朋友啊，我听到这个能量其实是关于破镜重圆，是有关于和好如初。跟家人之间有的时候其实也非常容易产生误会，非常容易产生摩擦。有些是误会，有些就是摩擦，它不是误会，它就是摩擦来的。而我看到的是，当前第一组牌的朋友，有你的家人在显化你，可能你们已经隔了很远，可能你们已经很久没联络。那么当前我们在抽取这个能量的时候呢，我感觉到就是宇宙也在希望着这个能量啊，通过家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来把你显化出来，就是他可能想跟你去再一次的去把这个 family 的能量把它给重现出来。也许第一组牌的朋友， family 对于你来讲未必是一个就是让你觉得很欣慰的能量啊，可能有一些朋友根本就不是。也许 family 对于你来讲的能量，就像那个打碎在地的镜子，是伤的，是痛的，但是可能在你的最深最深层的心里，它也是你的爱。因为如果你不曾爱过，可能你也不会那么痛。而当前我看到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家人他可能希望跟你和好，他可能希望你能够去给这个 family 给这个家一次机会无论这个你觉得是好是坏，但是我看到有这样子的能量被我们今天给抽出来了这个是第一个 family。 那么也许你也希望也许有一些朋友也希望能够跟这个 family 跟这个家庭能够再次的产生好的连接，积极的连接，向好的连接，大家都能够通过一段时间的自我修炼、自我成长、自我体会，能够真正的去让这个关系能够变得和谐，大家能够在一起是缘分，不容易的。那么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有深度下潜嘛，我刚才就讲好像你要带的东西深度下潜，family 出现了也许这一次他们想真正的完全的去支持你这是好事情，如果真的是讲非常好的那么第二个，这个 family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能量，就是给我觉得是无论你是单身也好还是不是单身也好，我觉得跟感情可能会有一些关系跟家人，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可能要成家，贝壳酒成家 family， 就我们可能最先开始是有家人的，有家庭的，但是等我们长大，
我们是要离开这个巢穴，我们是要飞出去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成熟以后要走出家，离开家这样子的过程，去经历我们想要的成熟，去经历我们想要的体会。可是等到你来到一个时刻，你可能就会为了一些人，为了某一个能量，你有可能会停下来，在远离第一个家的地方重新筑巢，成就自己第二个家。我听到有第二个家的能量在召唤着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那这个家它可能是我刚才其实也感觉到这个能量，抽塔罗的时候就说你的灵魂伴侣，对不对？他也在显化你，他希望能够跟这个跟他有缘的人，那么这个人是你能够去相遇，能够去真正的走到一起，连接在一起，并且安定下来，找到这个根系。这个根系里面，它不是你一个人去扎下来，这个根系里其实包括着另外的一些人，或者是某一个人。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如果说在接下来的这个我们所谓的显化当中，你确确实实也很想显化，它不仅仅是爱情，它是家人，它是家庭，是我们所谓的爱情是爱情，爱是爱，它可能就是很纯粹的爱的能量的话，那么可能这个能量宇宙也在通过着我觉得是你的意志，也是宇宙这边的意志，希望能够帮你找到，帮你牵线搭桥，这个跟你有 family 缘分的这个人。而且我听到在这个 family 里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人涉及其中，孩子、老人都有可能 family。 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如果是你还单身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完全脱离单身，他不是说我有一个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就不再单身。我觉得是真正只有当你找到家的时候，我觉得你才不会说自己是一个人。所以 family 是你的，有点像是你的归处，是你要走的地方如果这边有单身主义的朋友的话，那不好意思，我看到的是好像还是你有这个家人的机缘要跟你聚在一起我看到是这个 family。 OK， 好，那我们现在呢再来看一下塔罗牌看看宇宙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补充信息和能量来这边要做一些补充的。首先呢，我抽到的是粒子一土一，这是一个全新的项目这是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个项目非常非常的接地，非常非常的踏实，就像种子一样，要扎下它的根系。那么第一组牌的朋友，根系对于你来讲是什么？这个根系包括着什么？这个根系里面有刚才我讲的，可能是跟财富有关，那么这个可能是你的投资、创业、理财、工作，我觉得会有一个机会，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它可能在对应在不同朋友这里，它可能是一次新的工作机会，它可能是投资的机会，是一个很好的理财项目。OK， 也有可能是你想去创作的一个新的创作，或者是一个新的方向。那么因为我这边有些做科学研究的朋友，医疗这个前沿的朋友，他可能是一个全新的产品，全新的方案 solution 去帮助别人的方案我这边看到就是这个东西它是能落地的，它是真正有用处的。粒子一，那么这个根系系统它有可能是因为我这边有财富嘛，而且我又有家，我觉得这里包括着很多很多的人。这个人呢，我刚才讲是你的亲密的家人，是你的灵魂家族，是你的爱人，是你的孩子，或者是你我这边听到一个好厉害的能量，就是说你不是，就是这个能量就是你不是一个人的母亲，你是很多人的母亲。没有任何性别的能量，它只是说也许你要做的这件事情能帮助很多人，能滋养很多人。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讲你在医学方面可能会有很多的造诣，会有很多的突破，也许你要研发的这一个医疗产品，
它可以解决很多人的难题，去帮很多人去拿掉他们的痛苦。那么你就是他们的灵性上的 family， 因为你帮了他们，哪怕你们从未相见，哪怕你们从来都不知道你是谁，我是谁，但是在能量里面，其实你在滋养着他们，而他们也在用他们的那种感恩的能量，因为我这边看到 gratitude， 他们的感恩的能量在不断的对你说谢谢。那么这个能量就是一种能量的回馈和输入到你这里，你是能够感受到这种强大的，我觉得是能量磁场的注入啊！我听到这个能量好厉害，所以我们这里的第一个能量是土一啊 ，Acorn 橡子一的能量很强大，很有那种生发的感觉啊，生发越来越多，生发。好，我们继续来看来自这个塔罗牌给我们的一个最后的一个 confirm 啊，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信息呢？最高女祭司，这个呢是跟精神跟灵性相关的。那么这张牌呢在告诉我，第一个就是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可能有这样子的一部分朋友，第一组有一个很强的灵性的道路啊，我觉得是向你打开。这个灵性的道路未必我们一定是讲全职的修行人员，这个灵性的道路可以是任何的人都可以去走的一个道路，而且它跟你在3D 世界地球里所选择的人生和道路是完全不相冲突的。你在生活当中其实看起来是3D 世界里的事情，事实上修的是你的灵，修的是你的那个最核心本质的那个精神力啊，那束光，可以这样讲。那么最高女祭司出来之后呢，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你在显化的东西它也在显化着你，宇宙希望你能够去通过灵性的提升，对直觉进一步的理解，去加强你的灵性修行之路，去让你在灵性修行的道路当中走得更远，更进一步，更深。那么同时在这里啊，我们所谓的这个灵性啊也好，玄学也好，它可能属于的这种知识是神秘的，是不可说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用我们人类的语言完全表述清楚的。那么在这里就涉及到神秘的知识，这个知识是你心里的一种能量的体现，只有你在不知道为什么或者是很沉浸的时候能够下载和连接到的一种指引。这个指引既能够去帮助你完成你的重生，或者是完成你希望去重新发明或者是重新再造的一个对象，同时这个能量我觉得是也能够帮你去实现你想去达成的一个理想，它可能是帮助更多的人啊。刚才我讲过一个有个很滋养的一对很多的这种感觉，也许这个理想是能够帮很多人的，或者是帮助你去下潜，去深入的探寻你灵性在召唤着你的这一个路径。最高女祭司，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我们来看最后一张塔罗牌。好，最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个橡子的能量，我们这里是一个橡子5，你在显化着什么也在显化着你。宇宙给出的最后的能量补充是勇敢的叫啊，它这个是咆哮嘛，勇敢的召唤。这个召唤不是灵性的召唤，是真的用语言，用你的声音发出来，去真正的召唤你需要的帮助。OK， 这个帮助啊，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是有一个怎么讲呢？可能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目标，你们想去实现的这个显化，它包括了不止你一个人的功力，就你一个人去注入能量，可能还不足以去把它给100%的完成。在你的这个显化能量里面啊，我看到的是你需要队友。这个队友未必是一直跟着你啊，这个队友有可能他是在
不同的时间段出现，然后离开，又或者是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去背后支持你。那么我看到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我觉得也有很多朋友在显化着跟你的需求刚刚对应的资源和资讯。比方说第一组牌的朋友，你需要去创业，你需要一个办公室，但是这个办公室有很多的要求，也许它不能太贵，也许它不能太远。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你不要去怕它，你一定要勇敢的去把它给发出这个声音，去诉说你的诉求，而这个东西会刚刚好的被你发现。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显化。在宇宙的能量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太难的啊。第一组牌的朋友，也许是我们的这个3D 的这个能量，我们是有很多限制，对不对？地球上有很多限制，但是能量却没有，所以不要怀疑宇宙的神力。我这张牌很强烈的感应到，就是有一些朋友，第一组牌的朋友啊，也许你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不太可能实现，又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你不要去限制自己，更不要去小看这个宇宙，因为我们今天是强显化，双向奔赴，你在显化的东西，宇宙也希望你显化出来，所以你要相信你的这个愿望，它不是你一个人的，它也有宇宙的这个一份，对不对？那宇宙的力量很厉害的，所以只要你想，就一定能够办得到，就一定能够遇见它，就像奇迹一样的，它会刚刚好的出现啊！这个是我看到好厉害的一个能量的连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畏挑战。第一组牌的朋友啊，不畏挑战，你要显化的这个东西，我刚才有连接到一部分朋友，他可能是第2次，甚至是第3次的显化，它不是一次就成功的。如果有这种情况，第一组牌的朋友不要害怕失败，不要害怕它太难，不要害怕可能会有的一些挫折。只要你相信，只要你愿意，只要你真正的希望或者是想要得到它，那么你看我们这里的通过成长，通过你的重生，通过一次一次的去让你的这个东西再生或者是再造，那么一定你将看到那个最完美版的显化，无论是自己还是别的东西。好，今天我们结束今天的占卜的最后一张牌，就是最强的来自宇宙给你的指引和建议。对于这个双向奔赴的显化，宇宙给你的一个就是一个我们小 tips， 它讲的是向内追寻。这张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诗它讲的是什么？我的灵魂在这副骨肉里安息，但也在每个呼吸里与我重聚。讲的是我的灵魂在这副骨肉里面去安息，但也在每个呼吸里与我重聚。它讲的是我们人除了这个身体，我们平常显意识之下的这个自己，其实还有一个更加有灵性的自己住在我们的身体里，就是我们在讲的灵魂，或者你也可以说真我、本我、高我都可以，无论你是用什么样子的名词去描绘它。这个灵魂就像一束光一样，藏在这个黑暗的帷幔当中在我们的这个衣服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经历黑暗，感到黑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一束永远不灭的光。无论我们身处什么环境，无论我们在什么地点，我们都要记住这束光是在我们的心里，它时刻可以为我们点亮，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向内看，向内观察，而且在越黑的地方，我们就越要去向内看。也许外面的黑暗想要去吞噬我们，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让自己内在的光更亮，不仅照亮自己，还要照亮这个整个的黑暗。这是一种决心，这也是我们刚才看到女祭司的这种神秘的知识，这是你灵性的体会。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是但也在每个呼吸里与我重聚。它讲的是我们在呼吸吐气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个内外能量的交替。不要小看这一次一次的呼吸，
没有宇宙，没有这个地球给我们的氧气，我们没有办法活下去。所以我们每一刻其实都在跟我们的地球、跟这个宇宙紧密的相连。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忘记自己人在呼吸。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在无聊发呆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忘记这样子的一个呼吸，这个和外界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渠道或者是这个桥梁。可是第一组牌的朋友啊，宇宙说，当你在显化这个宇宙也希望你显化的东西的时候，当你看不清楚，当你困惑，当你遇到黑暗，当你遇到挑战的时候，请你闭上你的眼睛，去感受每一次的呼吸，你就知道，第一个，你从不孤独，你从未孤独。第二个，通过这个呼吸，去真正的向内感受你的灵性之光，去追寻内在给你的力量，去追寻你的内在给你的终极指引，去祝你显化成功。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所看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所有的信息啊。希望这一期的占卜呢，能够为第一组牌的朋友带来指引。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白水晶。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这个主题是说，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来自于一个双向奔赴啊，你跟宇宙的双向奔赴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啊。首先呢，我们来看的这个显化里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牌，我们的第一张牌啊，这个是我提前为大家抽到的 Meditation for Clarity， 冥想获得清晰。这个牌一出来就很强很强的思考啊，这个思考方向的。然后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能量里啊，这个女生在看这个井里的水，对吧？情绪啊，跟思考跟情绪有关。当前呢，我感应到啊，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你在显化的以及在显化你的这个能量呢，可能是跟一个想法当中的，或者是跟情绪连接的想法有关。那可能是一个对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当下呢在显化着你，可能是一个真相，当前在显化着你，可能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原因，非常重要的一个为什么，一个原因，一个理由能够让你平静，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一个原因和理由，当前在显化着你，可能你也在寻找它，对不对？那么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呢，其实我感觉到就是第二副牌的朋友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显化里的这一个，我们可以把它固定化啊，它应该是一个就感觉到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想一个问题嘛，它要一个答案，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固化为一个答案，一个解决方案，一个真相，一个原因，一个理由。那么跟这个相关的，它一定还包含着连接着一个情绪。因为我看到这个水井中的水，当下这个女生她看着这个井中的水，她烧了这个艾草，她就是想通过一个静下心来净化能量的方式嘛，来看清楚自己的心，来明白一件事，或者是能够更加清楚的看到一个事情的本质和真相。但是现在他看不见，看不清楚，大家看井水里的能量，对不对？浑浊的，所以一定是情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身处其中，我们在这个局里面，我们不是局外人，我们是局里面的人，所以我们看不清楚。看不清楚是因为爱，是因为恨，是因为难过，是因为不甘心，是因为很多复杂的情绪，包括可能有一些遗憾的，或者是尴尬的，让人没有办法去真正去想清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真相是我们不太想去面对的东西 ，OK， 所以看不清楚。
那么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当你能够真正的去勇敢的面对自己的真心，当你能够勇敢的去看破这个局，哪怕这个局的真相里面有一些信息对自己可能是有影响的，对自己可能是不利的，或者是可能让一个你心中完美的自己有一点小小的污点，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一旦清楚了，就会让你轻松很多。这个东西一旦显化出来了，一定会让你从那种迷雾当中可以去解脱，也不会把你就像你走入一个山谷就是这个山谷里面，大家看西游记，就是那个妖雾缭绕烟雾缭绕，妖雾缭绕，就像是有那个妖怪他在干扰你。你的目标是走过这座山，去往你的心中目标。可是这个过程里，你要翻山越岭，你要走过这一座山。这个山里有妖，这个山里有雾。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去让自己平静，你需要去这个妖它其实也是我们心中的一个折影，对不对？心里有妖，所以看到了妖。那么这个妖就是我们要去打败的。这个妖就是当前你要去显化的一个解决方案，去打败这个妖怪。去让自己能够继续前行，从而不会被这个妖阻碍住自己前行的脚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非常的，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有这种连结感很强的最后呢，给大家补充的就是有关于别人的偏见，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找不到这个所谓的清晰，可能也会因为别人的想法而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可能会有从众的心理，大家都这样想，那这个想法应该是对的吧？事实上有的时候是反的，大家都这样想，难道它就一定是对的吗？真理有的时候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所以我觉得当下第二副牌的朋友想要看清楚，可能你需要去给他一定的距离，需要让自己走出来，或者是走远一点，站高一点，可能才会越发的能够让你看清楚。同时呢，也不要让别人的偏见、别人的声音、别人的眼光而影响了你那一份独到的、特别的见解，而这个见解是绝对的更加的接近那一个方案、真相、原因还有理由这个就是这张牌我看到的一个能量，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所以我觉得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去看你的生活状况，我觉得你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的交叉点，在这个交叉点可能你需要驻足一段时间，或者你已经驻足了一段时间，前方的路在等你开启，当前你需要和宇宙一起去显化出最清晰的有关于前方的路，从而可以让自己获得成功。好，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下塔罗牌，我们能不能够去从中我们要询问宇宙，让宇宙给我们更加清晰的一个路径也好，答案也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一起抽牌。好，请宇宙给我们2张牌作为今天的一个主牌的一个解释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能量。哇塞，好，第一张牌宝剑十，这里是什么 ？Traitor 叛徒叛徒。首先呢，我看到是这个我觉得有一个错误。当前呢，因为我们抽到的是这个 clarity 嘛，所以一定是跟大家的思考、思想有关。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叛徒，这个叛徒呢，它是一个能量它是一个能量，大家不要把叛徒想成一个人，它是一个能量。这个能量，我觉得就是我刚才听到这个叛徒，我听到是错误嘛，可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误，它可能是错误的判断，它有可能是对某人的误解，
也有可能是你当前思想当中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有可能是来自于别人的偏见，让你想错了。最后呢，是有关于，因为是叛徒嘛，所以这个叛徒也有可能是情感，就是说因为情感的连接，所以你对这个东西的判断产生了偏差，所以是一个叛徒。情感有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双刃剑，当我们有很多情感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情绪，这个情感能够使我们跟另外一个能量产生更加紧密的、更加私人的连接。但情感和我们今天的这个 clarity 风的能量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 clarity 清晰，它讲的是，你看风宝剑风，它讲的是理性。那么情感某种程度上和理性它是有一定的对立的感觉。当我们面对感情的连接的时候，如果我们更加的是感情的去判断，以感情为出发点的话，那么我们走的这个判断的根据就是以情感为这个基础，对不对？为基准。那么如果感情很多的话，但是却跟事实不符，可能我们仍旧会选择相信，或者是继续。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能够以风、以宝剑、以理性为出发点，我们就会中立，我们就会冷静，我们就会理性的去对待。无论我对你的爱有多深，无论你对我的爱有多强烈，但是事实就是事实，真相就是真相，不容去因为情感的不同而发生任何的偏差和改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还有分析的话，可能情感就是这个叛徒。所以当前呢，我看到这个牌出现在这里我觉得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我觉得你需要找到这个叛徒究竟是什么背叛了你，从而使你如此的迷茫，从而使你找不到出口，阻碍了你的前进呢。那这个叛徒你需要把它找出来，并且把它定在这个地方这个叛徒其实我连接到了坟墓，就是说你得把它找出来，然后把它埋在这里，作为一个让自己谨记的一个里程碑也好，或者是让他永远不要再去影响自己，就是给他一个审判也好的话，我都看到了这个能量，就是必须要在这个地方有一种决绝的下狠心的一种斩断这个是宝剑十。对，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张牌哇，好，来继续我们的第二张牌，我们来看一下，你在显化的什么呢？也在显化着你。叛徒抓出来了以后，就是新的感情这个是圣杯一。这张牌出现以后呢，我反而觉得虽然我们现在是抓叛徒，我觉得宇宙是跟你一起在显化这个理性嘛，但是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情感才是终点，爱才是终点。可能当前你需要用理智的手段去帮助自己离开这个妖山，而离开妖山以后呢，你将真正的去打开你的情感之路。这里我听到的可能有一点具体，就是针对于某一些朋友能量是比较强烈的，可能是感情当中的这个叛徒，或者是跟情感有关的对事的一个错误的判断影响了你的分析，影响了你的思考或者是决定，而你被困在这里，被困在情里，或者是被困在情绪里。而当前的这个显化是让自己勇敢的突破它，跟宇宙一起离开这座妖山。它既是你的劫，又是你的运。就是当你走过去之后，你要是回头来看的话，我觉得很多朋友反而会感谢这段经历，感谢这一段时间的独处、冷静和停止。这边是冥想，是停下来嘛，一定是慢下来，静下来，多思考。这段时间看起来好像你前进的步伐变慢了，甚至是停下了你前进的脚步。可是终有一天，当你回过头来，你来看的话，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有非常强烈的一种，我觉得是感恩你看圣杯一是感恩这一段旅程，
是感恩这一段人生经历带给你的思考和领悟，而从而打开了你新的情感的里程碑。可能你接下来会更加勇敢的去爱，但是不是所有的都爱。你知道在感情的这个能量里，或者是在你人生的道路当中，可能会有叛徒出现，但是你之后是仍旧相信爱，仍旧选择爱，但是不是盲目的爱。圣杯一就仿佛是你走上了对爱的理解的更高的一个能量层级的一个领悟，开始更加精准的、有效的、勇敢的去接受爱和付出爱。这里像一个巨大的就像一个巨大的宫殿啊，这个宫殿是爱的宫殿，也非常像一个就是纪念碑或者是里程碑，在这里迎接着你，就仿佛你通过了妖山，你走过了这个妖山，你成功的取到了爱的真经。圣杯一在这个地方等着你啊，有源源不断的，有盛大的和爱有关的，和这个我觉得是跟情感有关的盛宴啊，在等着第二组牌的朋友去开启。所以这个能量大家可以看啊，这是一个临界点。刚才我讲的是十字路口的交点交汇处，所以它是在过去和未来的临界点。过去代表的是，你看宝剑是 traitor 叛徒，而前面是圣杯一。大家都知道啊，塔罗牌里是10号和1号，它是一个结束，它是一个开始，而你就站在这个临界点，所以开始是圣杯，而结束的是宝剑。你需要用这个宝剑把它定在这里，作为自己的一个教训也好，作为自己的一个经历也好，作为自己的一个我觉得是学习的一个，就是人生的一个很实践的一个经验啊，放在这个地方，从而为你打开的是新的征途。圣杯一。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啊，我们来看一下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呢？我今天抽到的是厕所啊 ，bathroom。这个牌其实很有意思的。我们看这个能量，这个漩涡，它讲的是那个，就大家冲那个厕所那个水，就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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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冲下去了，对吧？如果是这个能量的话，那么它代表着，其实第一组牌的朋友，你在显化的东西和宇宙在帮你显化的都是离开，而且代表着一个周期的结束 ending。而冲马桶这个过程啊，它其实代表的能量就是净化，把污秽冲干净，用水把污秽冲干净，用水去净化自己的心，或者是用水去净化你当前生命能量里的这种污秽，它所能量代表的、代指的，不能够再帮你的，不能够再去服务于你的，不能够再去有助于你成长的这些人事物。同时这个厕所用水冲下去的也是你消极的或者是可能有的负面情绪。刚才我们第一张牌我就讲过，这张牌看起来是跟思考有关，其实是跟情绪有关。因为当前这个女生她看向井水，她想看透，她想看清却看不透，看不清这个水浑浊的，是因为情感和情绪，对不对？所以呢，情感跟情绪我们要善用它，我们要能够去好好的去驾驭它，控制它，是能够让它为我们所用，而不是被情绪所带走。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厕所 bathroom 啊，你看他讲的也是啊，这个 flush away 就是冲掉、冲走所有的不再能够去服务于你的，或者是能够帮你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显化反而是离开这个烦恼，找出这个叛徒，离开这个妖山，或者是我们内心所谓的这个妖，我们要把它打败，我们要能够用勇气去直面它。哪怕这个妖，如果我们把它抓出来，可能会影响一部分我们的自己。就好比我们在灵性当中有一个能量是小我，小我有的时候是很有必要能帮我们，能保护我们，但小我有的时候会害了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也许这个我们所谓的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它是一部分关于你自己的一些能量，就是说看起来是别人或者是别的事，实则它映衬的是你自己。也许有一部分的自己你需要去改变，你需要去离开这一部分的自己。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也很
也很俗一点的例子吧，比方说自私的心呢，比方说攀比的心呢，比方说贪恋啦、贪欲啦，这些东西其实我们的凡人啊都会有，只是说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是我们埋葬它、隐藏它，去滋长它还是说我们去勇敢的面对它，去打败它，这个呢将决定你是谁，也将决定你能走到哪里，对吧？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选择当中成为了自己。所以如果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你希望能够看到，因为我看到你想看清楚，对不对？你一定是有这个愿望的，那么宇宙当前呢就一定会助你看清楚，而你需要的是勇气，你需要的是冷静你看我们今天抽到的是 bathroom， 这个是厕所。好，第二张牌我们来看一下，你在显化的什么呢？也在同时显化着你。那么第二张牌呢，我抽到的是教堂，这个呢就非常能量我觉得是非常流动的，就是非常顺畅了。它讲的你看所谓的教堂是什么？是我们的精神领域，对吧？无论大家是去教堂也好，不去教堂也好，没有关系。这个教堂它也是一个能量的展现，它代表的是我们的精神领域，可能是你对待一些事情的想法和观念，又或者是态度。这里有可能包括着一些跟宗教、跟文化有关的一些理解和态度，也有可能包括的是你的信仰。那么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面，可能我们讲的比较多的跟信仰连接强的就是所谓的三观，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你的世界观，对于一些事情你究竟怎么想、怎么去看很重要。所以我们看到教堂就直接对指了这个你当前在显化的，也在显化你的，是有关于你的精神世界。看起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讲显化跟物质世界有关，但是物质世界只是其中的一个很表象的东西。真正的显化其实在我们的思考的那一刻，在我们的心动的那一刻就已经出现了。所以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看到这个教堂，宇宙说的是请你去认识到你精神的权威刚才我讲过别人的偏见。第二副牌的朋友，别人的什么想法占据了你的思考，别人的什么念头或者是别人的什么观点别人的什么偏好影响了你的选择。而当前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是有一点，我感觉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强大被封印了，被这个迷茫所封印，被你内心的妖魔所掌握。而你要做的就像那个西游记里那个唐僧去取经，当然我们这个西游记里面有很多能量，但我们只取其中的一个我们去用它的一点点来比拟当前的这个我们想去连接的这个信息就是说你要取得你自己内心的真经，你可能就需要去面对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呢，可能就是我们像西游记里面所看到的那些妖魔鬼怪。你要做自己心中的这个比方说唐僧就是那个佛嘛，但是你又要有比方说孙悟空的那种技能，对吧？可以去变化可以去有金箍棒你又要学会去控制，你像紧箍咒，对不对？可能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旅程就是我们人生的旅程。所以我感觉到这个教堂就是你要取得真经你要有这种比方说唐僧的坚持，对于他内心的这种信仰的一种坚持，无论多难，无论多苦，坚持向前，永不后退，对吧？可能这个教堂也在讲着你需要去让自己有这种理性的思考。你看那个3打白骨精，唐僧错了3次，但是呢那个孙悟空也没有去放弃这个唐僧虽然说中间有很多的事情。我就感觉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就好比讲你是那个唐僧，可能有的时候妖魔鬼怪出现了，你被迷糊了，你被迷障了，你走不见了，但是宇宙就像这个，可能就像这个孙悟空他不会离开你，他是一直会跟你在一起，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的取得真经，走上人生的巅峰的时候，其实你完成的也是宇宙的意识。宇宙希望你能成功，宇宙希望你能够取得真经，宇宙希望你能够通过这一生这一世人间的旅程来找到你内心真正的映射，也就是灵魂真正是什么样子的，你真正是什么样子的人，
你如何去理解这个人间，以及如何理解你自己，对吧？所以我看到就是这样子的一种能量，其实非常的神奇啊！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非常的神奇，但是我觉得又跟真正的一种我们当今的社会里的一些事情是紧密相连的啊，是紧密相连的。好，我们现在呢来抽一下今天的最后的3张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究竟这个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我们的第一张牌5金币9，这张牌呢我听到的更多不是钱，是独立，是自主，是自立，是自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别人控制住，从而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主，什么事情都不能自己决定，或者是没有自由。而当前呢，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你在显化的东西也在显化着你，通过你的思考，通过你的判断，通过你重新的一种，我感觉到是你整个那个想法的一种重新的一个改写，很强烈的结束和开始，就感觉是改写。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有一段经历，可能它是冷漠的，它是错误的，它是让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好的、不对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到，比方说有这样子的机缘让你看到了好的，又或者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缘让你认识到这个真的很烂，只要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的，就像种子一样的东西，你就会进入到这个沉思，你就可以进入到自己的冥想的世界里，去真正的感受到，其实你的这些想法来自于哪里？我觉得就是你灵魂真实的写照。而这些妖，这些所谓的这个迷障，它都是怎么讲呢？看起来是妖，看起来是迷障嘛，它也是来助你的。就是因为你灵魂的光够强，所以能够让你看到这是妖，这不是正常的，这是不正常的，对不对？你要打败这个妖，你要过去，你要走过去，你要走不一样的路，你要做不一样的人。所以金币9的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种对于身边周遭的能量情况人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声音，一种要把他们推出去，要把他们给挪走，要把自己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能量磁场的坚决，或者是一种想法。所以金币9呢，我看到是自立自强，让自己可以真正的在一个很富足的、很丰盛的能量磁场当中去生活，以及继续自己的成长之路。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张牌。对，还有一个能量，刚才我听到也很强烈因为金币9嘛，其实它也是有一点一个人的感觉这张牌虽然它有龙有孔雀，但事实上只有他一个人在这个后花园里面散步，对吧？去感受和享受的这种自主独立的快乐。那么我们今天的厕所也是这个能量，因为厕所绝对不是你跟很多人在一起吧，对不对？肯定是你自己一个人上厕所，一个人去洗澡那厕所有很强的隐私性。所以第2组牌的朋友，我感觉到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可能这个能量也代表着你需要从人群中，就是很多人或者是有几个人，就是别人给你的影响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抽离到一个可以让你在一个地方静一静的享受私人空间、私人时间的环境里去。也许有些地方就是你需要大哭，你需要尖叫，你需要去呐喊，你需要发疯，你需要在一个不被别人看到的地方去排遣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消极，所有的愤恨所有的委屈，还有所有的丢脸，你需要把这个东西全部都排遣出去。这个地方它不能有人，它不能被别人看见，不能被别人知道，它必须是隐私的。所以呢，金币9，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就是很隐私的地方，我觉得你可以去完成这一次的转型，因为毕竟它是从10到1，它有一个中间的这种就是不可言状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境遇，十字路口的交叉点，停在这个位置，看不清前方的路，然后呢，对后面就是已经经历的、已经老去的东西又不满意，所以你需要在这个地方给自己架出一个
屏障，让自己去真正的沉思也好宣泄也好 OK， 然后呢就是显化出新的道路，和宇宙一起显化出新的道路，对吧？我们这个补充一个能量好，继续。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我们来看一下。OK， 来，第2张牌是太阳，第3张牌是愚人。我觉得愚人是逆位的嘛，那我们就按逆位的能量来看了太阳太阳的能量，我觉得是很好解释的。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要生长，你们要提高，你们在显化的东西也在显化着你。我觉得成长在显化着你。宇宙希望你成长，宇宙希望你强大，宇宙希望你能够去展现自己的光芒，宇宙希望你能够在阳光之下，在很多很多很多人，就是很光亮的地方去做自己。如果我们把宝剑十这个叛徒比喻成，包括这个厕所比喻成那种私密的见不得光的空间，那么我觉得宇宙在显化的，或者是你在显化的，我觉得是一个更加光明的，更加可以去大胆的阳光的积极的这样子的一面，和我们看到的黑暗的见不得光的不能透风的感觉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也许第2组牌的朋友，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一篇，你需要彻底的让它离开。我听到的信息是，其实有一些成功的人他不是像白纸一样的干净，就是说人生没有污点，或者是没有丢脸的时候，没有错误的时候，没有弱小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还会被别人嘲笑，有的时候还会被别人指指点点，有的时候还会被别人说怎么不好。但是这些人他没有选择被这些声音所定义，而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思考，通过自己的行为，通过自己的行动，不断的去改变，不断的去逆袭，从而有一天他能站在大众的视角之下，让别人看到，是的，他可能有些地方不好，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可是他却是一个令人喜欢、尊重、爱戴的这样子的一个有血有肉的灵魂。这就如同第2组牌中你们自己，无论这个所谓的我们打个引号好了这个污点也好，这个不堪回首的过去也好，这个曾经错误的让你不想看的那一面的过去也好，没关系，我们需要的是勇敢的继续的前行。过去不能定义你，历史不能定义你，你还在这个旅途当中，所以你需要的是让自己出来，让自己把负面的情绪，不应该继续和你在一起的，或者是就是压着你的这些东西丢掉，这些负担丢掉，让自己你看像这个龙一样去咆哮一下。以前看不起你的、瞧不起的那些人说你的那些人，让他们离开让他们离开，冲厕所把他们冲走而你要做的呢，就是做你自己的王，做你自己的龙，做你自己的公主，让自己呢继续的去前进，让自己我觉得是野蛮的生长吧在太阳之下那就是野蛮的生长，自由自在的去生长，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而这个愚人呢，在告诉我，全新的旅程就在你的前方，不能太快的开启，不能盲从的去跳跃，要谨慎的、小心的、小心翼翼的去打开。所以我这边看到了成长、逆袭，找到这个自己，找到自我。你看观念当中找到自我，还要把过去的东西把它丢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这样子的一个能量我觉得是围绕在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里。包括我今天连接到的能量宝石都是白水晶，连接我们的顶轮。你需要更强的精神力来帮助在3D 世界，在我们物质世界的这个自己有更强烈的精神。你看，精神指引你的身体。
我们虽然是在物质世界当中游走，但我们却是一个有灵魂、有精神、有能量的发光体，对不对？这个是第2组牌的朋友啊。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抽的是最强宇宙帮你显化的助力也是宇宙帮助你显化的一个建议。我们来听听看是什么？是什么能帮助你显化这个清晰今天我们看到是感恩 gratitude，永远感恩，感恩下去。感恩这个能量呢，我们提的多但是这个能量呢，就是很重要。感恩，我们在好事面前、大事面前容易感恩。比方说，哇，老天让你中彩票，哎呀，谢谢老天爷遇到了一个你喜欢的人谢谢老天爷，这个缘分我好喜欢。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买了个新车，买了个新房谢谢谢谢，我太感谢了，我们好开心。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感恩的。难的是什么？难的是在逆境当中，在平凡里在寡淡当中，你还能感恩吗？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很难的去，就是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感恩什么呢？我又没买新车，我又没买新衣服，我又没看到新房子，我又没有这个结婚，我又没有生小孩，我感恩什么？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你感恩什么？宇宙也想问你，你能感恩什么呢？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在讲就是说也是它这个时候是最难的，但也是最能够让你去明白究竟什么东西才是真正的你应该感恩的。在混沌当中，在逆境里，在困境里，在平凡里，我们可以感恩的事情很多。比方说早上的那杯咖啡，不小心这个收音机无论是这个司机也好，还是你自己随手一调，你听到的你最爱的那首歌，或者是今天雨过天晴，哇，一段时间的暴风雨，今天雨过天晴，空气相当的好天相当的明媚，那个蓝天白云清晰无比，让你神清气爽。这些东西非常值得感恩。如果你能看到生活里的这些美，生活里的这些巧，感恩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是持续不断的流走。而这样子的能量能够帮助你在黑暗当中时刻保持着清晰的头脑，时刻让你能够在黑暗和混沌当中屹立不倒。因为人在困境的时候，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份感恩的心，忘记了这个发现能够让我们感恩的这个眼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混沌、被阻碍、被难关、被别人所影响。我们如果想不被他们影响，如果我们想能够找到，你看第2组牌的朋友当前的这个清晰，不被这个情绪所影响，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请勇敢的去寻找，请打开你的这个眼睛，真正的去看你生活当中什么东西值得你感恩。那么你练习感恩，理解感恩这个能量，我觉得它会让你看到一个全新的未来。就好比站在十字路口的你，一下子这个光亮亮到照亮了你该去走，或者是照亮了你在寻找的前方的光明的路。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2副牌的朋友今天我们所为大家连接到的这一个，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为大家带来指引。祝所有第2组牌的朋友，祝你们好运。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孔雀石，好，我把它放这里。今天呢我们要来给大家去看的是一个你跟宇宙双向奔赴的显化能量。我们要来看你在显化的什么，同时也在显化着你。好，我们在抽牌之前呢，来看一下今天我为大家选到的这个主牌，抽到的主牌今天第3组牌的朋友呢，我为你们抽到的是蒂姆盖亚。这张牌讲的是和蒂姆盖亚去连接。第3组牌的朋友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这个能量非常的接地气，
非常的落实。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有一股强大的土地能量在召唤着你，把你拉下来，拉回来。我们现代的社会啊，其实是比较繁忙的，娱乐很多，信息很多，干扰也很多。那么在这些纷扰的、快速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那对于你来讲，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你需要有效的选择出来，把它给抓出来。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曾经听过一个就是追星的故事啊，这个应该是一个女生啊，她非常喜欢一位香港的明星啊，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呢，她就去追随这一个人的演唱会啊，全球演唱会。他们的家庭环境呢，属于比较一般。然后呢，他的父母亲为了能够让他的孩子开心，最后呢就是变卖家宅，陪他去看演唱会啊等等啊。这个能量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女生她有没有真正的在接地呢？也许未必。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她非常喜欢，她是真心的喜欢这一位香港的一个明星，对吧？但是她的方法，或者是她所选择出来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真正的让她满足，或者是真正的让她开心？如果换一个角度，如果他不是让他的父母把房子卖掉去听他的演唱会，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一个比方说自我天赋的发掘来，比方说做这个明星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地勤人员，那么是不是他能够一边去追星成功的同时，也能够去实现更多自我的价值？因为呢，从这边可以看到，他所做的一切，其实，某种程度上，其实让他的父母亲的生活更难了。可能他也失去了，或者是有一点没有真正的抓到，就是怎样去爱一个人，用怎么样的方式去一边能够让自己更加的好，一边也能够让这份爱更加的有价值，也更加的伟大呢？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我觉得要回到地球的能量在召唤着你，地球的能量在显化着你。在地球的能量当中，我们不可逃避的、不能够回避的是责任，是作为地球人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和承担的限制。什么是限制？我们想要一个很漂亮的包包，我们想要一个很帅气的车子，它需要用金钱来交换。金钱它就是一种限制，如果你有金钱的话，你就可以得到它；如果你没有金钱的话，你就得不到它。那么这个所谓的限制，需要我们去努力才能够获得，这也是我们地球的能量。那么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个能量我觉得就是在召唤你去沉思，召唤你再一次去思考，你当前生命当中，也许这个跟地球能量相对应的责任有关的，或者是和地球我们所谓的限制有关的东西在召唤着你。只有你通过这个考验突破这个所谓的限制，去承担起你需要承担的责任，你将获得无比的成功，至少在地球上，你将获得非常好的一种自我实现。好，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能量以后我们就来抽一下今天的塔罗牌，我们来具体看一下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呢？感恩宇宙。好，我们来抽牌第一张金币9。首先呢，我看到的是有关于稳定性的一些东西在显化着第一组牌的朋友。可能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现在的生活就是有一点不稳定，可能是不稳定的工作，可能是不稳定的生活环境，或者是不稳定的一些人际关系我听到这样子的能量，那么稳定性当前呢，我觉得是在显化着你。第二个呢，我听到的是有一扇门在显化着你，这一扇门呢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录取通知书，
或者是一个证书，或者是一个平台啊，也在显化着你。因为我看到你需要走进去，走进这个机会，走进这个平台，走进这扇门，你才能够去拥有一个东西，或者是你就想进去啊，你想拥有门里面的那个东西，或者是那个门里面的机会、资源等等啊。我看到了一个这个锁链，挺有意思的啊。我看到这个锁链，这个锁链呢，当前就像我刚才听到的一个有关于地球的限制能量嘛，对不对？地球的能量是有限制的，但是呢，地球的这个限制，它是说，你如果是踏踏实实的、持续的去努力、去坚持的话，那么有一天你将会把这个锁链去挣脱掉，而获得那种自由。这个自由就像是一个奖赏一样，去让你能够站得更高，或者是让你能够拥有的更多。那么当前呢，我看到啊，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这样子的一个稳定的，或者是一个机会之门啊，也许你在显化着他们，那宇宙呢也在当下，我觉得是支持你、肯定你，也在去跟你一起把它显化出来啊，跟你一起去把它给显化出来。好，我们继续来看，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呢？第二张牌是这个恶魔，是这个 devil 啊。讲到限制啊，讲到这个土元素，真的是这个土元素不断的在出。因为 devil 呢，在我们的塔罗牌里面，其实跟摩羯星座是连接在一起的啊。那么限制的这个能量，摩羯座应该是非常有体会的。有的时候限制就像背在身上的一个大山，压着你压着你喘不过气，压着你觉得很辛苦很累，但是呢，却能够去比方说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前行，直到这个大山越来越轻，直到这个大山最后变成了在身上的责任，直到最后呢，自己把锁链给斩断，成为你自己生命里的一个主宰，或者是一个控制，从被控制到可以控制和掌握你自己的人生，它是一个巨大的蜕变。所以呢，恶魔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我们在讲地球当中的这种限制的能量。枷锁和限制，你想做这件事情，但是偏偏呢前面有阻碍，你想去那个地方玩，结果偏偏呢可能钱不够，所以呢在这个限制和阻碍当中，就会让你去思考怎么样才能心想事成呢？怎么样才能够如愿以偿呢？好，我们看到这里呢，来看一下今天我为大家抽到的一个这个牌卡，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也就是说你在显化的什么呢？也在显化着你。今天呢，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为你们抽到的是工作，我为你们抽到是工作。那么这个工作能量它是很好理解的，它讲的是，也许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稳定性这个稳定的能量跟你的工作是有关的。也许你在一个不是很稳定的工作环境里，这个环境可能是经济环境，也有可能是你公司本身的一个当下经营的一个状况，它不稳定，又或者是你所从事的这个领域它不稳定。随着我们现代 AI 时代的来临，对不对？很多东西可能会被 AI 或者是机器人所取代。从这些资讯当中，从新的产品里面，也许很多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心里已经开始焦虑，或者是有一点迷茫，不知道接下来自己应该何去何从。那么当前呢，我看到可能你想显化的稳定的工作，或者是说你想显化的能够给你接下来生活稳定性的一个工作，当下呢也在寻找着你。宇宙呢也在当下，我觉得是转换这个能量吧，把这个能量，把这个工作带到你的身边。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个工作也许是新工作，也许是你当前没有工作，然后是找到一份工作。同时呢，这个工作的能量还有第三个就是它并不是所谓的改变，而是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你的工作。因为我们今天的工作，它有一句话讲的是爱你所做的事情，做你喜欢的事。所以它这个是两个能量，第一个是去爱你做的这件事情，第二个呢是做你喜欢的事情两个能量。那在你做的这个工作当中尤其是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一旦你开始工作，你就知道其实你的
24小时，每一天的24小时，除了你的休息时间，很多时间，也就是你的生命，被工作所占据。工作做得如不如意，顺不顺心啊，有没有去实现自己的天赋和价值，将决定着你的生命是如何的在走。有些人的生命呢是消耗，有些人的生命呢是燃烧。消耗代表着在不断的去递减，对不对？就是那种感觉生命力越来越少了，可能做的事情很无聊，可能不喜欢做的事情，可能在工作当中受到打压，可能在工作当中很不开心，生命在被消耗着。那么什么叫燃烧呢？也就是在工作这个地方，以工作为平台，以工作为途径，以工作为手段，你在实现自我的价值，你在展现自己的天赋。那么在这样子的燃烧的过程当中，你的灵魂是在闪闪发光的，你会做得开心，你会做得愉快，无论是有多么的艰难，但是你的心情，你的这种心气一定是积极且阳光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牌以后啊，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可能在你的当下工作、事业或者是你的创业啊相关的这些信息，包括跟钱有关的，包括跟环境有关的，包括跟人际关系有关的，特别是工作当中的，还有合作有关的、团队有关的能量，是当前啊，我看到是你在显化的，也是同样在显化着你的这个能量。OK， 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是工作啊，所以说我觉得一份好的工作，一个能够去施展你才华的工作，我觉得是在你的能量当中非常的强烈。宇宙呢，在通过工作的能量，我觉得是在连接你，让你可以回来啊，让你可以回来。因为我看到有些朋友啊，如果说比方讲你的生活里面，你长大之后嘛，你的生活里面工作给你的能量的感觉是不舒服的，不快乐的，甚至有些朋友啊，比方说是星际种子啊，来到这个地球啊，又或者是年轻的灵魂啊，刚到我们的地球啊，可能会不太适应我们地球的这种限制能量，或者是这种方式啊，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工作再不好的话，可能你们就很想走，脱离这个地球，离开这个世界。可是你们要知道的是啊，既然你们选择了这一生这一世来到地球去试炼，那么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能够去找到那个突破口的，因为你们来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浪费这一世的时间，我们要珍惜这一世的光阴，去勇敢的突破，勇敢的去探寻，直到找到自己的，我觉得是跟地球的那个连接。你跟地球的连接到底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它不是你一出生可能就能够递给你的，就给你一个答案。有的人很幸运，他可能就知道这个答案，或者是他出生就正好在正确的地方，他可以看到那个东西，他一做就是对的。但是呢，很多人他是不知道这个答案的，而这个探寻过程本身就是自我成长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魔力吧。又或者是探寻过程的本身就是你灵魂变得光亮的过程，它是一个打磨。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改变，也不要害怕新的尝试，更不要害怕一次或两次的失败。OK， 这个是工作。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还有一张牌啊，今天这个牌都是2张。那么第二个呢，我给大家抽到的呢是这个桥这个桥是不是也非常应景呢？我觉得有些朋友啊，在工作当中可能受挫了，但是呢，一份更好的工作，一个新的工作，或者是一个全新的对待生活、对待工作的态度，我觉得也在显化着你。又或者是这个工作本身要变了，有的时候工作会变的，比方说老板变了，比方说团队变了，比方说工作它本身公司在重组，都是工作当中可能有的变化。为什么我要说变化呢？因为我们的第2张牌是桥，桥的能量是什么？从桥的左边过渡到桥的右边，这是一个过渡期，对不对？这也是一个中间的一个能量。那么中间，什么是中间？过去和未来中间我们看过去未来中间，所以中间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一个桥梁。那么桥梁的能量代表着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是一个改变，一个中转站，又或者是一个中途休息的地方。
在显化着你，而这个中转站也是去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地点啊，这个地点应该是一个能量的地点，对不对？当然，对于有些朋友来讲，它可能也是物理的地点。比方说，有些朋友啊，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地点在显化着你，全新的工作环境在显化着你，又或者是你可能马上就要去新的地方生活啊，这也是一个桥的能量在这个地方有所展现。OK。第二个呢，桥啊，因为它有很强的中间的能量，所以呢，有些朋友啊，也许你们也要去考虑一下跟中间有关的工作，因为我们这边是工作和桥嘛。什么叫跟中间能量有关的工作呢？可能你的工作需要去帮助两边的人或者是两边的事，因为我之前讲过啊，有一个能量就是中间人，对不对？中间人。有些人呢，可能是在这个一个链条的底端，就是一直在做事情；有些人呢，适合在链条的顶端，可能一直在演讲。那有些人呢，可能特别适合在链条的中间端，就是他既不是做事情，也不是最后的销售，他是连接可能这个做事的人，然后呢，连接这个比方说需要买这个产品的人，所以这个中间商可能也是大家可以去考虑的一个方向啊。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讲，也许中间商是你的一个可以去做的事情，包括我们现在电商，对不对？跨境电商啊，这个把东方的东西卖到西方去，把西方的东西带到东方来，那么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去享受这个好的资源和资讯。所以是中间人。那么最后呢，这个能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沟通和交流。我不知道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有没有对沟通交流有很强烈的一种感知能力啊？因为我这边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比方讲星际种子，或者是年轻的灵魂，甚至你是从另外一个星球转换，就是显化到我们这个地球来的话，那么你可能会对我们地球人的沟通和交流的方式不是那么的适应，那么就有可能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会因为沟通没有特别的有效，或者是沟通不是那么的有艺术，或者是沟通没有那么的有技巧，可能会吃亏，或者是阻碍了你，我觉得是到达你想去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桥也会去强调有关于你的沟通能力也许是跟你的喜欢的人这个沟通，你需要去学习，因为可能你提高了自己的沟通能力，你就能够在地球上扎下根来，代表着你可以跟你的爱人携手相处得很好。那么有了这个很好的沟通能力，可能你也会在你的工作当中，你看在你的生意里面跟你的合作伙伴和你的领导和你的团队进行有效的沟通或者是交流，来把大家的这种问题可以解决，能够让大家的关系变得融洽，甚至能够让整个我们在讲这个有一个那个精神这个团队这个公司有个精神，你可以去打气，你可以去为他们增加这个能量，对不对？或者是给他们带来全新的想法和点子。那么这些都需要你的沟通技巧来实现你在地球的真正的价值。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塔罗牌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我们来听一下来自宇宙的指引。 OK， 我们今天塔罗牌里的具体信息宇宙也想跟你一起显化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一张牌，哇，世界牌呢，代表着结束，代表着成功的完成我这个感觉到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朋友有一个很好的点子，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就像这个女生她想追星，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很好的契机，可以去打开她的一条宽广的道路。但是呢，如果她只是去卖房子卖车子，然后呢听演唱会的话，可能就错过了这个大好的机会。刚才我讲过，如果这个女生她去学习，比方说音乐创作，或者是经纪人管理或者是如何去作为这个音乐技师等等相关的包括这个彩妆、舞台、演讲、营销，那么这个女生她可能会打开自己的天赋，
而且他那么喜欢那个明星的话，也许他能做得非常的好，还能够让他的父母啊可以颐养天年，然后呢让自己可以在这个娱乐的领域当中变得很成功，对不对？所以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牌是你要成功的去完成一件事。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要成功的去完结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是属于你的世界，是属于你的领域，而这个事情，而这个事件是通过工作，通过桥梁，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能量去实现的。你需要去相信自己在这个道路当中。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啊，就是我还听到了一个能量，就是这个道路没有问题，并不是改变这个道路。就像这个女生，她喜欢这个明星，她想在这个地方有所作为，或者是想在这个地方去活动，去把时间放在这里，我觉得都很好。就是这个大的东西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方式方法一定要注意。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成功就在你的一念之间。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和这个成功就是很近，触手可及，但是呢有恶魔，有限制，有这种分心，有另外一个简单的或者是一个可能会阻碍你真正获得成功的东西。它可能会让你觉得这样做的话更简单，但是呢简单的反而会错失机会。它可能会让你觉得这样做的话更容易，但是容易可能也会让你错失成长的机会。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啊，去选择一条既能够成就自我成长，又能够使自己完成这个心愿的一个方法，一个道路，能够使你在这个领域里，在这个生活里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在这个成就当中，你将获得成长，你将获得生活在地球的不二法门，你将生活得很好，你将打开这个地球的生存法则，就是你将过得游刃有余你将过得游刃有余。包括我们这边看到的工作方面啦，跟爱人跟同事的关系方面啦包括生活的环境生活的品质方面啦，都将非常非常的成功，你将获得圆满的成功。这个就是世界牌。好，第二张牌我们看一下什么也在显化着你你跟宇宙一起在显化的什么呢？圣杯六。圣杯六，圣杯六讲的是什么呀？这边我听到了我在这张牌里看到了恶魔。这张牌里看很多人在看戏，戏里有这个恶魔，大家看是不是有这个恶魔的能量这张牌呢，我听到了信息，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这张牌讲的是和自己的阴暗面和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阴暗面，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我们所谓的贪嗔痴慢因为我们在地球就是在修行嘛，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去除掉，或者是跟他们和解。那么当前我听到的能量呢是和解。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恶魔嘛，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它很高级很贵，然后呢很想得到，我们另外的一个人，我们看到他生活里面出生就有，我们很羡慕他，我们甚至很嫉妒他。这个能量呢，它的展现是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它勾出的是我们对于高品质生活或者是好东西的欲望。那么这个能量该怎么样去转换它？因为我们在讲能量本身既不可以被创造，也不可以被毁灭，我们只能够去重新的塑形。能量本身是不毁不灭的，如果有这个能量的话，而地球本来就有这个能量，所以我们需要的是重新塑形。每一个人看到比自己美好的东西，或者是你周围的人拥有了这个东西，可能心里都会有那种一瞬间的想要得到的感觉，这是你的欲。如何驾驭这个欲，我们看到是和这个欲和解。大家看魔法师和恶魔的和解，这张牌呢，我看到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心里面都有另外一个自己，这样的一个像恶魔一样的自己，这个能量里面其实是带有很强力量的一种我们所谓强烈的欲，或者是强烈的占有的感觉。那么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欲，我们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们不是去占有它，不是被这个欲控制，
而是我们主动伸出双手，变成自己生活的魔法师，去和自己的欲和解。下面有很多人看到我们在跟这个恶魔去和解，也就是说我们在和自己的阴暗面去和解，从而呢，我们可以去承认这个小小的自我，这个想得到却当下得不到的自我。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的创造，我们和地母的连结，我们一天一天，一步一步，直到我们走到自己生命的圆满，也就是生活当中的圆满，一切皆有。那么我们的这个小我的这个能量，这个恶魔，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同时呢，我们也实现了在这个追寻过程当中的成长。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就能够大成啊，你就能够大成。所以有欲有恶魔没有关系，我们只需要明白怎么样去跟这个能量去和解，怎么样去跟这个恶魔的能量去和平的共处。不是立刻马上就得到，因为立刻马上就得到的话，它其实有的时候第一得不到，第二的话容易走偏，我们就没有跟地球的能量连接。如果我们跟地球的能量连接，是承认这个欲望，承认这个恶魔的存在，把它放在自己的心里，放在自己的肩头，通过自己的努力，每一天的成长，每一天的这个成就，直到有一天这个想要的东西得到了，恶魔就消失了，而我们就跟恶魔和解了。那么这个恶魔就变成了每一天在鼓励我们，在督促我们去学习、成长、勤奋这样子的一个动力。因为恶魔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的能量，好好的去利用这个能量，好好的去转换这个能量，将使你获得非常高的成就，而且是在地球上获得非常高的成就这个是世界牌。好，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哇，今天又是一个6，宝剑6宝剑6这张牌呢，我听到是什么思想要飞上去宝剑6，思想要飞上去，逃离或者是离开那个 drama 如果说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戏剧性的我们所谓的这种闹剧，或者是戏剧性的悲剧，戏剧性的一些不好的东西，那么你需要在思想当中脱离他们。这张牌并不是逃避责任，而是我看到的是不被他们影响。我们看这个牌，城堡被烧了城堡被烧了，这个国王带着他的地球，也就是他所有的东西，他走了。那么在这个飞行的器当中呢，有3把剑3把剑，让他可以很稳固。他看向的是前方，他没有被这个火所干扰。这个地球呢，代表的是他的地球里的家眷、物品，所有的一切在他的头发之上。月亮是他的光线，是他的指引。所以我看到是什么呢？我觉得当前吧，你在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可能你也需要去跟一个能量做离开。它可能是烦恼，它可能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个事情或者是一个人闹得很妖可能是比方讲，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你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可能就是胡闹，或者是他的思想完全不能跟你同步，他可能可以影响你，或者是他拖累你，又或者是你生命当中有这样子一个事情，非常的让你生气，你想到他就很容易愤怒，他会影响到你。那么你需要去跟这个能量做斩断，也就是说，可能有些人你不能离开他物理方面不能离开他，但是你需要思想当中离开他，不听他的话，不听他给你的干扰，不听他给你的一种不好的影响，而是让自己思想可以去超脱和超离。我们看这个地球就是带着你觉得值得的东西离开，这个就是宝剑6。所以呢，这里我觉得宇宙也看到了第三组牌的朋友，可能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些 drama 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些东西每个人他的生活里都是一本难念的经。你有你的难处，我有我的难处，走出去呢，可能都觉得相安无事，都觉得都挺好，但事实上我们关起门来，
大家都可以看到自己生活里的那种千疮百孔，或者是生活里的那种难言之隐。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对第三组牌的朋友对你们说啊，你们可能本来也想走，或者是你们也是很想逃离这个生活里的一种闹剧。宇宙当前呢也在跟你一起想办法、想方法逃脱。那么这个地方有我刚才讲的这个桥，今天我看到了很多过度能量桥，我们看到了宝剑6啊，我们看到这个飞行器，我们还看到了跟这个恶魔的一种和解，跟他的一种我们所谓的 integration 啊，不是去把它给杀掉，不是去把它给否定掉，而是去跟他一起啊，把它变成为己所用的能量，对不对？所以这里需要很多的智慧。第三组牌的朋友，智慧在你们的心里，智慧是你们之前可能这个我们在讲你是星际种子也好，你是外星人也好 ，OK， 你是年轻的灵魂、古老的灵魂也好，智慧在你的心里，你需要把地球当做你的实验场，把这些智慧变成方法，把你心里的智慧变成你的智慧，去解决你生活里的问题，去不妥协于生活，坚持努力向前的一种态度，去完成你的人生阅历，最后拥抱属于你的特别的地球成就。世界牌啊，这个就是非常厉害的一组能量了啊。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关于这个显化，宇宙给你的最强助力，也就是宇宙对于这个显化给你的一个建议啊。这个建议是什么呢？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看到是贡品，真的是地球的这种能量啊，非常的强。我觉得这个贡品能量一出来，给我的感应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白费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白来的，不努力就得不到。今天不种下去，明天就不可能收割。没有什么捷径啊。第三组牌的朋友，你想做成的这件事情，你想显化的这个东西，没有捷径，你要牺牲掉一些东西，也许是牺牲掉你的时间，也许是牺牲掉你的这个怎么讲钱 ，OK， 也许是牺牲掉，我们在讲你必须得通过学习牺牲掉你的这个，我们怎么讲？这个时间你可能可以去看娱乐新闻，可以去追星，但是呢，之所以你想得到嘛，你想显化嘛，所以你就不得不去坐下来去想你的这个大脑不能够去娱乐去消遣，你必须得想办法、想方法解决掉这个难关，解决掉这个难题。就好比讲我们刚才讲这个工作嘛，如果你想换工作的话，你就需要去上课、拿证书、考试，是不是啊？或者是你就需要去学习一门新的技能，才能够让你跳到另外一个工作里去。那么如果你想要去改变生活的地点，改变生活的环境，你就需要跟原本的生活环境说再见。原本的生活环境里面，也许有你爱的人，也许有你喜欢的事，甚至有你喜欢的吃的。那么来到新的地方，那些东西可能就不在了，就没有了。这就是你的牺牲，这就是你的公平。那么在这里呢，宇宙有一个什么能量你需要放心的呢？就是说，你牺牲掉的，你丢弃的，你舍弃的，一定会被更好的东西所取代。那也就是说，这个牺牲不会白费。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的努力不会白费，你的贡品不会白费。所以说当前呢，宇宙希望你能够明白，你的意志、你的想法、你的行动将决定最后你的成就没有捷径。第三组牌的朋友所以说对我今天看到的呢，第三组牌的朋友，你显化的什么也在显化着你，这是一个生命的课题，这是一个生活的课题。如果你想要像世界牌这样子的完美的生活在地球上完美的生活，你就需要有所牺牲，你就需要去努力，你就需要去学会克服。所以呢，在这里就祝福所有第三组牌的朋友，祝你们好运，祝你们可以在这一世和宇宙双向奔赴的显化出属于你们的完美世界。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